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在現今這個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啊，我們幾乎每天都會被各種關於人工智慧的爆炸性新聞轟炸，對吧？許多科技巨頭、未來的趨勢學家，甚至是我們身邊的同事朋友，大家都在熱烈討論一個聽起來極度震撼的概念，那就是通用人工智慧，也就是我們常聽到的 AGI， 將會成為人類歷史上的最後一項發明。這個說法的背後，其實暗示了一件很可怕的事，也就是說，一旦 AGI 真正降臨這個世界，它將會徹底接管所有的創新、所有的科學研究，甚至是所有的問題解決方案。人類從此就不再需要，甚至也沒有能力再去發明任何新東西了。哇，這真的是一個非常宏大，同時也讓人感到深深畏懼的宣告。但是其實當我們冷靜下來，仔細去拆解這個說法的時候，你會發現，要讓 AGI 是人類最後發明這個命題完全成立，我們必須先全盤接受好幾個隱含的極端假設。而身為一個喜歡用邏輯和實證來探討問題的分析師，我必須負責任地告訴各位，當我們把這些所謂的假設放到充滿摩擦的現實世界中去檢驗時，它們往往是不攻自破的。所以今天我們就要來進行一場深度的知識拆解，徹底剖析這個關於 AGI 的終極神話。為了讓大家能有條理地吸收今天的內容，我們的分析會按照一個非常嚴謹的邏輯架構來進行。內容包含第一點，終極 AGI 神話；第二點，創新的殘酷現實；第三點，人類的絕對優勢；第四點，隱性知識護城河；第五點，物理與法規壁壘；最後第六點，探討人類的未來。只要跟着我的邏輯走，我保證你對人工智慧的焦慮感將會大幅降低。那麼第一部分，我們就先來聊聊這個終極的 AGI 神話。這真的是人類發明的終點嗎？我們現在的社會普遍預設 AGI 即將到來，並且認定它具備了完美的規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說實在的，我們真的很容易被 ChatGPT 展現出來的那種流暢對話給驚豔到，甚至會產生一種錯覺。我們會想，既然 AI 都能幫忙寫程式、寫詩，甚至還能給出看似非常專業的醫療建議，那麼距離它完全取代科學家去發明新能源，或者取代工程師去設計新世代的太空船，應該也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了吧？但其實，這種思維陷阱在於，我們不小心把處理資訊的能力直接等同於改變現實世界的能力了。我們在腦海中假設了一個全知全能的數位大腦，並且一廂情願地認為，只要這個大腦足夠聰明，世界上所有的難題都會自動迎刃而解。所以 AGI 真的會成為人類的最後一項發明嗎？當你聽到這個大哉問的時候，內心是不是也閃過了一絲恐懼？害怕我們未來的工作被徹底取代，害怕人類作為創造者的核心價值被完全抹除。但阿修，我要告訴大家，要相信這個悲觀的結論，你必須先吞下好幾個充滿瑕疵的錯誤假設。我們必須把 AGI 從無所不能的神壇上給拉下來，把它放回真實世界的泥淖中，好好來檢視一番。接下來這一點超級重要，我們要進入第二部分，來談談創新的殘酷現實。因為在真實世界裡，光有絕佳的點子是絕對不夠的。很多人對發明這件事有着非常浪漫的誤解，以為就像牛頓被蘋果砸到頭，或是阿基米德在浴缸裡洗澡大喊一聲尤里卡，然後一個改變世界的偉大發明就這麼誕生了。如果事情真的有這麼簡單，那 AGI 確實能在1秒鐘之內生成幾百萬個絕佳的好點子。但說句老實話，現在的 AI 連在圖片裡面把人類的手指頭畫對都有困難了，更別說叫它幫你折衣服啦。因為真實世界的發現是一個極度漫長而且充滿各種物理阻礙的複雜過程。我們可以試着來拆解一下真實世界中一個偉大發明必須經歷的完整鏈條。第一步是定義目標。你必須釐清到底什麼才叫做真正的成功，這其實充滿了人類社會複雜的價值判斷。接着第二步是實地考察與實驗，你必須把點子帶到混亂的現實環境中去反覆測試，去收集那些充滿雜訊的真實數據。到了第三步，假設是醫療或生技領域，還需要漫長且極度嚴格的臨床試驗，這牽涉到了人體反應、道德倫理以及無數不可控的生理變數。最後第四步則是市場導入，你的發明必須符合社會規範，適應
各國法規，並且真正被消費者接受。科學和創新就是由這些艱難的任務緊密連接而成的。這個鏈條最殘酷的地方就在於，只要其中有任何一個微小的環節斷裂，整個專案就會直接宣告失敗。這絕對不是 AGI 待在虛擬的伺服器空間裡面跑電腦模擬就能夠解決的現實問題。為了讓大家更深刻地理解這個現實鏈條到底有多麼脆弱，我們來回顧一個歷史上非常痛心的真實案例，也就是1986年美國挑戰者號太空梭的災難。這艘象徵人類最高科技結晶的太空梭，在升空後僅73秒就發生了爆炸解體。當時的美國太空總署 NASA 可以說是擁有了全世界最頂尖的航太人才，也擁有了當時最先進的超級電腦和最完美的軟體系統。然而，導致這場世紀災難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麼？答案不是超級電腦的計算錯誤，也不是什麼軟體系統大宕機，而是一個位於右側固體火箭推進器上面一個極度不起眼的 O 型環橡膠密封圈。僅僅是因為發射當天的天氣異常寒冷，導致這圈橡膠失去了原本的彈性，造成高溫氣體外洩，最終徹底摧毀了整個堪稱完美的系統。這個悲劇告訴了我們一個鐵一般的事實：即使你擁有了最強大的運算大腦，寫出了最無懈可擊的程式碼，只要物理世界裡面的一個小小橡膠圈失效，所有的心血都會瞬間化為烏有。科學與工程的本質就是如此。就算未來 AGI 能夠極大地加速醫療或者材料科學在發現階段的速度，你依然需要人類去確實執行臨床試驗，去工廠現場監督製造，去面對物理世界的種種現實摩擦。如果 AGI 不能自動化這整個涵蓋物理實體的過程，它就根本無法獨立完成所謂的最終發明。明白物理世界的現實限制之後，我們進入第三部分，人類的絕對優勢。這可是我們無法被輕易取代的勝出方程式。有很多人直覺地以為，既然 AGI 的運算能力比單一的人類還要聰明，那麼它自然就能夠全面取代人類。但這個觀點其實嚴重忽略了協作的力量。如果 AGI 真的要成為人類的最後一項發明，它必須先在邏輯上證明一件事情。那就是純粹單打獨鬥的 AGI 必須能夠徹底擊敗 AGI 加上人類的完美組合。我們來深度比較一下這兩種模式。目前我們所建構出來的人工智慧確實具備了超級強大的模式識別與海量資料處理能力，這絕對是它的優勢所在。但同時，它也有非常明顯的盲點。比如說，它缺乏對人類常識的真正理解，無法妥善處理邊緣的極端情況，當然也沒有真正的同理心。歷史和現況不斷向我們證明一件事：幾乎在任何專業領域當中，人機協作的表現永遠是最頂尖的。我們拿西洋棋來舉例，自從超級電腦深藍擊敗人類世界冠軍之後，大家都以為人類在西洋棋界徹底完蛋了。但是隨後，棋界誕生了一種叫做半人馬的新模式，也就是人類棋手搭配 AI 輔助來下棋。這種結合了人類的直覺與大局戰略視野，加上 AI 無情且精準的計算能力的組合，最後的勝率甚至超過了純粹最頂級的超級電腦。同樣的情況也實實在在地發生在醫療診斷上 ，AI 加上資深醫生的綜合判讀準確率，遠遠高於單純只依賴 AI。而在行銷廣告領域 ，AI 負責大量生成素材，人類則是負責情感的把關與高階策略定調。也就是說，只要兩者結合，能夠產生更好的結果，純粹的 AGI 就絕對無法徹底淘汰人類。這就帶出了一個極度核心的商業與經濟現實。在這種人機協作的夥伴關係當中，如果 AI 逐漸變成了一種人人都可以輕易取得的基礎設施，變成了一種標準化的常規工具，那麼真正在市場上產生巨大差異化的關鍵因素，就又重新落回了人類的輸入上面。既然人類的判斷是決定品質高低、成敗與否的最關鍵變數，那麼經濟的價值自然而然就會向人類這一端靠攏。這意味着什麼？這意味着未來的發明與創新，在核心本質上仍然會是由人類來主導的發明。AI 提供了非常強大的推進力，沒有錯。但是真正握着方向盤，決定車子要去哪裡，以及處理路上各種突發路況的，依然還是人類。因此，發明這件事情絕對不會在 AGI 出現之後就變得與人類毫無關係。重點來了。
接下來我們要講的第4部分，可以說是今天這集含金量最高，也是最深層的邏輯概念——隱性知識護城河。這是絕對無法被輕易程式碼化的現實。許多極端的科技樂觀主義者都有一個非常致命的盲點，他們誤以為世界上所有的知識都是可以被清楚數位化，被寫成一行一行的程式碼，然後通通餵給 AI 進行機器學習。這其實是一個極大的幻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耶克其實很早就提出了隱性知識這個偉大的概念。根據海耶克的定義，這個世界上存在着大量非科學的、無法被明確編碼寫下來的在地知識。這些知識必須透過非常長期的實踐經驗才能夠獲得，而且往往只掌握在少數特定人群的手中。到底什麼是隱性知識？簡單來說，就像是騎腳踏車或是游泳。你可以把騎腳踏車的物理學原理、重力平衡公式寫成一本超厚的說明書，然後掃描給 AI 讀取。AI 確實可以在1秒鐘之內背下所有的完美公式。但如果你今天給這個 AI 一個實體的機器人身體，它第一次跨上腳踏車，我保證它還是會立刻摔倒。因為肌肉的記憶，因為對重心微小偏移的瞬間反應，這種只能意會無法言傳的身體經驗，就是無法被數位化的隱性知識。而我們人類社會許多偉大的發明，往往就是建立在這種深厚的隱性知識之上的。我們來回顧歷史上幾個真正改變世界的發明，就能清楚看到這種隱性知識的強大威力。舉個例子，拯救了數百萬名落後地區兒童免於因腹瀉脫水而死亡的口服補液療法。如果你單純從科學角度來看，它的化學成分簡單到不行，基本上就是水、糖和鹽而已。但是，這個發明真正的偉大之處，在於如何讓這個看似簡單的流程，在偏遠的村莊裡面變得安全可靠，並且讓當地的家庭願意產生信任去實際實施。這需要對當地文化有着極其深刻的理解，需要強大的溝通技巧，而這些全都是無法寫成電腦代碼的在地隱性知識。我們再看看製造業。當年福特 T 型車之所以能夠成為普及的國民車，是因為他們在工廠的地板上進行了長達40年的電力應用實驗，不斷地在實作當中去微調裝配線的運作細節。日本豐田的金石生產模式也是同樣的道理，那根本是無數資深技工在生產現場常年累積下來的經驗法則。這也是為什麼當今的數位產業會如此高度的集集在美國矽谷，因為最頂尖的創新思維、複雜的人脈網絡和創業直覺是無法單純透過發送幾封電子郵件來轉移的，這必須極度依賴人與人之間的實體互動。如果我們要舉一個最符合現代商業環境，也是我們大家絕對最感同身受的例子，那毫無疑問就是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各位有沒有仔細想過，為什麼全世界最先進、最核心的半導體晶片，絕大多數都必須在這個面積其實不大，甚至在國際地緣政治上時常面臨安全威脅的島嶼上來制造呢？難道說其他大國沒有錢去買最昂貴的設備嗎？難道他們國內沒有聰明的頂尖博士嗎？都不是，真正的核心原因就出在隱性知識。半導體製程涉及了數千道極度精密且複雜的工序，這絕對不僅僅是照着機台的操作手冊按按鈕而已。工廠裡面對濕度與溫度的微小控制，資深工程師對於良率微調那種無可取代的敏銳直覺，跨部門之間為了火速排除異常而展現出來的極致協作文化，甚至是如何在廠區高效處理水電供應的實務經驗，這些全都是深深植入在台灣工程師大腦裡面以及整個團隊文化當中的隱性知識。這種世界頂尖的技術訣竅，無法被輕易打包帶走，無法被 AI 瞬間學會，當然更無法隨便複製貼上到世界的另一個角落。這就是人類實作經驗所構築出來最堅不可摧的終極護城河啦。我們繼續聊下去，進入第5部分：物理與法規壁壘。我們來看看無底線監控在現實中的絕對限制。講到這裡，可能有些時中的科技信徒會跳出來反駁說，既然隱性知識這麼重要，
那我們只要在全世界裝滿無數的感測器和攝影機，把人類所有的微小動作和對話記錄全部收集起來餵給 AGI 不就好了嗎？這個想法聽起來很直觀，但它完全忽略了現實社會的巨大框架。我們根本不可能毫無限制地去收集所有數據。正如現實世界中政治與法律的明確界限所展示的，人類社會有着極其嚴格的規範。我們以歐洲為例，他們實行了 GDPR， 也就是非常嚴格的一般資料保護規則。同時，最近也推出了歐盟 AI 法案。這些由人類制定出來，為了保護人類基本權利和隱私的法律框架，就像是一道道極度堅固的物理高牆一樣，在法律層面上直接明文禁止了任何 AGI 系統去無底線的監控和獲取真實世界的總體數據。而且，這種保護隱私的嚴格法規，現在正在逐漸成為全球各國立法的藍圖。這意味着什麼？這意味着 AGI 永遠不可能獲得全知全能的上帝視角，因為人類社會的既有規則根本就不允許它這麼做。如果缺乏了完整且真實的現實數據來餵養 AGI， 就不可能完全掌握真實世界的複雜隱性知識。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我們進入第6部分：人類的未來。讓我們從科幻的神話回歸到現實，來做個最終檢驗。今天我們經歷了一場從神話走到現實的邏輯旅程，清楚地看着 AGI 全知全能的神話是如何在真實世界的層層物理與社會摩擦之下被打破的。我們絕對必須承認 ，AI 是一項極度強大且具備顛覆性的新技術。但是，如果要貿然斷言它將徹底取代人類的發明能力，這在邏輯推演和實務運作上都是完全站不住腳的。我們透過一個嚴謹的對比矩陣，來好好檢驗這4個天真的神話假設與現實的落差。第一，神話假設 AGI 能自動化所有發明的環節，但現實是物理世界的失敗與摩擦永遠存在，就像挑戰者號的那個橡膠圈一樣，這需要人類親自去克服。第二，神話認為 AGI 能在所有表現上超越一切，但現實數據一再證明，AGI 加上人類的協作表現，永遠勝過單獨運作的 AGI。第三，神話預設所有的知識都可以被程式碼化，但現實告訴我們，推動世界運轉的最關鍵力量，往往是存在於特定人群大腦中，絕對無法被數位化的隱性知識。第四，神話幻想 AGI 可以毫無限制地搜集所有實體數據，但現實是，全球日益嚴格的隱私與 AI 相關法規，已經在法律層面上徹底封鎖了這種不切實際的可能性。這4個現實的檢驗結果，就是人類在人工智慧時代最穩固的4張底牌。最後總結今天的3大重點，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第一，克服物理世界摩擦的執行力才是發明關鍵；第二，人機協作效能永遠勝過純 AI， 核心價值仍掌握在人類手中；第三，無法數位化的隱性知識與在地經驗是 AI 無法跨越的終極護城河。把 AI 當工具，別恐懼被取代。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一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